如果说你也有入手 iPhone 13系列的话，你只要在底下留言，然后跟我讲你最喜欢 iPhone 13的什么功能，最喜欢 iMOS 的哪一个产品，我就抽奖送给你。那原则上我们会抽4位，记得麻烦按赞、订阅、跟留言、跟分享。iMOS 全机防护系列，无所畏惧，专为 iPhone 13而生。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今天终于换到我啦。来开 iPhone 13 Pro Max， 虽然说我们家的编辑 Rose 已经很辛苦帮我拍一个全系列的 iPhone 13的开箱，但是因为在一些实测部分，那个时候为了抢时效嘛，所以有一些细节部分他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做。那接下来比较细一点的测试就由我来做。那我自己入手是 iPhone 13的 Pro Max 版，我上一支其实就是 iPhone 12的 Pro Max。那他们两个的差异呢，升级的东西呢，细节，接下来在开箱部分，我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讲。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开箱。好，开箱。那大家先看一下啊，这次的盒子真的超小一个非常薄，非常极简。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次没有膜了，有没有看到？它没有外膜，所以是直接让寄来。当然，如果你是买 PC Home 的话 ，PC Home 它有包个膜，因为他们怕外盒脏了就被人家退货很麻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次的那个封条部分，在上面这边它是一个密封的封条，直接撕掉。它这个应该是专利设计啊。那我就直接开始撕哦。好，3、2、1，撕掉。你不撕掉，上盖是打不开的，所以它应该是内侧这根跟上盖做连接。好，那这样子，好，打开，拿出来，来看一下，这是 iPhone 13 Pro Max。好，先跟12相比，大家看一下，在大小部分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镜头配置部分，它们也是长一模一样。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像我现在的12 Pro Max 呢，它是有装那个镜头贴，所以看起来比较大。但实际上的话是13的镜头是更大一些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比较明显可见的地方。如果我这样子立着的话 ，SIM 卡插槽的位置那边位置是不一样的。其实在中国那边他们已经做过拆机了，我们有一篇文章。虽然说外观长得一样，其实内部是几乎完全整个设计的。iPhone 13 Pro Max 的电池是更大 ，GPU 制成的改进，所以它的续航也增加了。等一下忘记把这个拿出来看看。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简易的说明书，然后一个充电线，没有充电器，自己去买。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撕萤幕膜。一个透明的纸膜，这样子而已，撕开。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电源。那在这个时候，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上面的刘海，是尺寸差蛮多的。我印象中官方好像说不小20%吧。接下来呢，为大家简单报告一下相异之处哈。在萤幕亮度部分呢，它也提升了25%。那在镜头部分呢，一样是3镜头，它的主镜头则是一颗广角的 f1.5 26焦段，它的进光量呢比前代提升了2.2倍，所以它这次在低光源的表现上更好了。在望远部分呢，这是一颗 f2.8 的镜头，它这次呢是从原本的2.5倍提升到3倍的光学变焦。那超广角部分呢，搭载一颗 f1.8，视角是120度，等效约13厘米。之前被它诟病的就是说进光量不够，就是比较暗。这次呢，它进光量也提升92%，所以它的夜拍效果也更好了。它号称有6倍的光学，就是从超广角端一直到望远端。那最高可以到15倍的一个变焦。那在录影部分呢，它加入一个全新的电影特效模式，就是说它可以一直持续更换变焦的部分。在续航力部分呢 ，iPhone 13 Pro Max 呢续航它提升了2.5个小时。那这次的颜色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次选的就是天枫蓝，相当的淡，跟 iPhone 12之前的蓝色差异还蛮大的。虽然我现在这个是有贴膜，表面积上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它颜色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得出差异。然后在萤幕部分呢，两个的尺寸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解析度也完全一样。另外呢 ，iPhone 13 Pro Max 呢，它最高到120赫兹，那最低呢可以到10赫兹每秒，就看你当时在做什么动作。比如说你看照片，它可能就用最低的一个更新频率。那如果你是在滑网页，或者是说看影片，它的频率都会只会变动。原则上这个动作呢，也让这一台的续航力变得更好了。整体来说，它的表现是差在这里。接下来这一台手机，我这边开箱完之后，我就要出去做测试。但是做测试之前，我会把这个 iMOS 的一个保护贴跟手机壳都先装好，以免到时候出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把壳装一装，那我们就准备出门去实测。
现在我们来测试是 iPhone 12 Pro Max 跟 iPhone 13 Pro Max 的一个拍照录影的范围。iPhone 12跟 iPhone 13呢，它的主焦段其实都长一样，不一样的只有在人像镜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说，那个 iPhone 12 Pro Max 呢，它是2.5倍，那 iPhone 13呢是3倍，所以它放大范围又会更大一点。那由最大到最小呢，一个是5倍光学的范围，一个是6倍光学的范围。大家觉得说哪一个我会觉得比较好呢？我是觉得3倍的光学变焦压缩感会更好，但是你要离人更远一点，不然的话会太近。好，现在测试的是低光源的一个拍照，那一样是 iPhone 12 Pro Max 跟 iPhone 13 Pro Max 去做测试。那我们一样拍照，要看一下他们需要的时间，它每一个焦段拍摄的效果与时间。切换到超广角，已经拍到2公分的东西。现在是拍一般照片，这样。那切人像，那就切到3倍。那这个时候因为太近了，所以要稍微往后退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拍一张。这跟 iPhone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压缩感会更好。这个电影的一个摄影功能它只要锁定这个前景的时候，像我现在锁定这个电线杆让它做清楚，定后面它就模糊，有没有？我可以自己去设定，譬如说，像后面这一个就全部都磨掉，有没有？它前中后都有，然后我这样子同时，如果没有个目标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大堆目标让你选。比如说我选2点它会自动追焦锁定，我可以这样直接锁定它，所以它的变化性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场景里面有2个人，有前后关系的时候，我这样子点，随便去决定是谁是清楚的。也可以设定追焦，相当的厉害。好，现在我们在测的是 iPhone 13 Pro 的一个录影功能，这个叫最新的电影级的一个功能那大家可以看到，只要所有它侦测到的物体，它都把它框起来，然后背面就给它模糊掉。然后这边你看，我可以这样设定这个主体。那如果说我设定这个主体来开始录影。然后呢，我可以这样转过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录到这个，后面的这个人呢，就浅掉，对不对？但是只要我点后面这个，前面就浅掉。有没有？那我也可以直接点其他地方，让它去做一个景深的切换。这个真的是很厉害。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电影级的影片之后怎么做剪辑。那电影级的影片呢，它跟人像模式的照片一样，都是可以事后对焦的。你如果这个影片是用电影级的功能去拍摄的话，点开在画面左上角就有个电影级，那这边会有预览。我们现在点击编辑。那点编辑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画面这里，拉动这个拉把，它就会有关键帧。然后每一个关键帧就是它侦测到物体的时候的一个框框位置。在这边你都可以去决定说，
像以这个画面来讲好了，像现在对的是前面的人，你可以在这边直接点后面，好，来改变对焦点，然后再输出就好。那点击画面的左上角，它这边可以去设定光圈大小，好，都是可以的啊。你如果说要的话，也可以把它调到最清楚，啊，或调到最大，啊，这边都是可以的。有一点比较笨的就是说，你只要动了光圈，它就全部跳出来，就没办法继续再做其他动作，你就必须再回到这个画面重来。我是觉得这部分是有点笨。好，我现在使用的就是 iPhone 12 Pro Max 跟 iPhone 13 Pro Max， 好，然后以手持的方式进行一个行进间防抖测试。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防抖效果。现在都是使用4K 画质。接下来我会小跑一段，预备。iPhone 12 Pro Max 与 iPhone 13 Pro Max 夜间录影测试。那现在我是行进间手持，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稳定性的效果。好，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它的人像镜。iPhone 12呢，它是2.5倍，那 iPhone 13是3倍。要看一下放大的倍率差异有多大，大概能够了解。接下来切换超广角。这样感觉大家觉得如何呢？iPhone 12跟13 Pro Max 的夜间超低光源的一个录影测试，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觉得哪一款的在这种超低光源的情况下，拍摄表现比较好？在效能部分呢，用 Geekbench 去测试 iPhone 13 Pro Max， 它的单核处理器成绩是1726分，多核是4601分。那 iPhone 12 Pro Max 它单核是1588分，多核为3994分，所以 A15 处理器进步还是蛮大的。那另外呢 ，Enjoy 现在目前最高的旗舰 S888 处理器呢，单核是927分，多核呢为3328分。那 3D Mark Wildlife 的部分呢 ，iPhone 13 Pro Max 它的成绩是9273分 ，iPhone 12 Pro Max 是7687分。那 S888 处理器呢，它的成绩则是5719分。那如果大家对详细的一些评测成绩有兴趣的话，个人会建议大家去看极客湾的一个测试。看完以上的一个测试之后，相信大家对新的 iPhone 13 Pro Max 有一定的了解。我认真来分析的话，我是觉得，如果你现在是用 iPhone 12系列的话，你不一定要升级。但是如果说你是用旧机，像我底下都有很多留言说他在用 iPhone 6，然后也有用7、用8的，认真来讲，你真的可以升级，因为你的电池可能不行了，或者说你一直在换电池也不是办法。这次要买的话，如果你对荧幕的一个更新频率是有要求的，个人会建议说，你至少要买12 Pro。Pro Max 很好，但是 Pro Max 就是比较重，它甚至说13 Pro Max 比12还要再重一点点。原则上它的功能是跟 iPhone 13 Pro Max 是完全一样的，只差了萤幕的大小。不管是在萤幕的更新频率上，或者说录影的功能上，全部都是比照 Pro Max 最高等级。你这次真的没打算换机 ，OK， 那你可以等下一代，也许下一代就会有指纹辨识，但是认真讲，在这2、3代都不会有，因为它要暂时先搭 Apple Watch 卖，
可能有人也会说啊，你怎么知道说指纹辨识不会出来？像我最近刚开的 Moto G50啊，那一款手机不到6000块，它就有电源按键加指纹辨识了。所以这功能呢，原则上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然后价格也不贵的功能。那苹果为什么不放？如果这个东西这么难的话，为什么 iPad Pro 会放？所以大家用脚掌想一想就知道，它就是要为了卖手表。所以短时间之内，我是认为不会有指纹辨识。那如果你是为了指纹辨识想说再等下一代，我觉得你可以不用等了。但是下一代可能听说了不会有刘海。如果说你的手机已经不行了，那你就赶快换一换。肉眼可见的进步就是一个电影录影效果。那拍照认真说12就拍得很好了，那续航也不错，外观又长一样。以上分析给大家参考，个人是觉得13 Pro 可以买，但是就看你现在用的是哪一款手机。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样开箱的，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